人一旦开窍以后会产生哪些改变？我告诉你，你就仿佛重生了一次，很多想不明白的、放不下的，一下子就通透了。以下这15条啊，你看看能做到几条？能做到6条以上的，就是开窍了一半；做到10点以上的，就算是你拥有了明辨是非的能力。其实啊，世俗意义上所谓的开窍啊，就是指一个人放弃幻想、实事求是的过程，一个人最宝贵的独立思考和自我意识的觉醒。只有打破自己自以为是的固执信念，他才能够建立起来。那就需要一个人啊，重塑三观。这几乎就是坦然把自己的欲望全部放弃和阉割的过程，而且呀，还不能带着一星半点的委曲求全和不甘心。这种过程对一个普通人来讲太痛苦了，几乎就是大脑重启，重新活了一次。一个人啊，要不是碰到大病大灾，或者是出卖背叛，这种被颠覆的情绪是放不下执着的。估计啊，有些人一辈子都感受不到这种蜕变的好处。就好像大刘在《三体》里面讲的一句话：失去人性，失去很多，失去兽性，失去一切。今天啊，我整理了关于开窍以后带来的15条改变，我就是一边受伤一边学坚强，一直坚持下来的。希望你也能够看破困局，越变越强。订阅频道，点赞收藏，我们开始深度思考。首先，开窍以后的第一个改变就是你做事开始有目的性了。你不再凭借感觉行事，凡事呢开始计较后果，开始有利己呀、留后路话不说死的思维。我们怎么判断一个人是否成熟呢？就是他不再轻易的下决心说承诺，把山盟海誓挂在嘴边。小孩子轻诺必然寡心，而成年人呢，一切拿结果说话。第二，说话呢要听弦外之音。以前我们听话呢是看热闹，后来听话呢开始听门道。与别人交谈的时候呢，开始分析他说的话是否还有另外一层含义。这人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？我和他是否有什么利益关系？他真正想知道的是什么？坚决要用利益分析法去判断人性，而不是凭借感觉。这个世界没有无缘无故的爱，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，唯利益使然。第三，开始拒绝无效社交。穷人才大把时间，以前不敢拒绝，是怕失去朋友，拿自己的时间去陪着一群傻叉闺蜜兄弟闲聊解闷儿。我过去啊，也是个傻子，至少花了5年的时间，才从这种无效的社交圈子里面挣脱出来。创业以后，我就开始敢拒绝一切没有意义的谈话和社交。等咱们钱包渐渐鼓起来的时候，我们才会悟通一句话：高手总是孤独的，朋友是建立在利益共享的基础之上。以前那些酒肉朋友，顶多就是个玩伴。第四，不怕得罪人。我这里说不怕得罪人啊，不是让你去惹事闯祸，而是一个人开窍的以后呢，他不再害怕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和意见，可以平静地表达自己的真实感受。谁没有父母啊？帮你是情分，不帮你是本分。这个世界呢，有时候就是这么不公平。钱都流向了不缺钱的人，爱都留下了不缺爱的人，而苦呢，留下了爱吃苦的人。第五，一眼看穿本质。这个词儿呢，我还找不到更好的形容词啊。说第一性原理呢，显得过于装逼了。说的直白点吧，就是让人一看就是一个有主意的人，身上呢会有一种笃定的气场，别人不敢轻易撼动欺负你。第六，不再执着于反驳，别人说什么咱都别反驳，只要和咱们的钱包没有直接影响的事儿。别人说啥你都说老板高见，老板牛叉，老板今年发大财。第七，不再期待，不再抱怨。一个开窍的人，他凡事第一个念头都是靠自己解决，做自己的救世主，不再凡事想着靠别人，就算是靠也要看自己兜里的钱能交换多少价值。有时候咱们去搞关系，没钱不要紧，可以向高手请教个问题，向大佬汇报个工作都可以。脸书是必须的投资。当你对这个世界不再抱有幻想的时候，你才会惊喜地发现，你的付出终于开始有了回报。第八，
不再妄想着去改变别人。成年人的世界只有筛选，没有培养。第9，就是对原生家庭的问题不再耿耿于怀了。我有很多学生啊，深受原生家庭的影响，有的呢是从小父母离异，跟随父亲或者是母亲，有的是父母外出打工，还成了留守儿童，还有的是在原生家庭里面呢，一直被打压，还被暴力，甚至被侮辱。并不是每个人的家庭都是温暖而美好的。如果你觉得你的原生家庭给你带来了负面的影响，一定要尽早的摆脱他们，想尽一切办法都给我爬出去。想从底层爬出来，你要记住一句话：你的每一句话，每一个动作都是对贫穷的背叛。你一定要学会隐藏。除了至亲，没有人希望你过得不好，但是没有人希望你过得比他们好。第10，我认为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联系事物之间的关系，建立完整的逻辑链条。你比方说吧，你饿了要吃东西，吃完了你就会渴，你就会想喝水，你喝完水呢就会想休息，想休息就会找安全的地方。那如果你能满足他们所要的需求，然后收服务费和保护费呢，你会不会发财？其实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事物都有本质上的联系和规律的，搞明白这一点，你就能预判别人的预判，你就超过了绝大多数的人。第11，生活中遇到的事儿啊，开始对照之前的梳理。生活中看到的案例、观点、原理，并非读书无用，而是咱们不会联系，不会对照。你太在乎别人的评价，而忽略了思考我自己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人，可以是什么样的人。很多人读书啊，根本理解不到一个更深的层次，因为书本质上就是一种工具，你只有把书用到对的人身上，你读书才有用。第12，能体谅很多人，但也明白了人性的恶意。13，一个通透的人啊，已经了解了这个世界的因果，对以前别人一做就成到了我这就不行的事儿呢，开始坦然接受了。其实原因就有一条，就是想的多，干的少。第14，多想一步，想深一步。以前看一个东西啊，只能看到一个点，后来开始想这个点背后涉及到的领域和相关的知识，从点到线再到面。认知这个玩意儿呢，就是通了人性以后才全面提升的。第15，有很好的模仿学习能力，因为能看到事物背后的联系，所以会开始模仿和学习，因为这就是学习最快的捷径。把这15个点默默地记下来，再加个频道订阅，点个赞。遇事了以后呢，多看看，相信我，你的认知会提升的。订阅达摩读书会风生水起。